郑和呢？带着呢。隐蔽，隐蔽，隐蔽！楼上有神枪手，马大雷进行掩护。是，走。哎。 连长，什么情况？敌人在钟楼上，看不清有多少人。不动，至少2挺机枪。掷弹筒，掩护。 天台2个，10点9方向。还有1个，11点方向。走。过来。 炸弹吗？可以。20多个人1挺机枪，4门大炮，菱形部署，1挺机枪调5辆，一共34名敌军。说说，想咋打？先干掉那挺机枪，然后干掉右侧第1门大炮，顺着战壕往外扫，一门拿掉，把炮炸掉，动作要快。炸掉后，我们立刻撤离，撤离集结点是我们西侧那道小门。那上面写的什么？什么？我说门上面。 2年级，镇子里面没看到局面。周贺，周贺，怎么？你和赵贺沿着院墙走，负责检查撤离路线，确保全连安全撤离。是。
分钟后发起进攻，抓紧时间，这样装备。 朝鲜很多学校在被日本人占领时，应该都是通了电的。这不是通了电，这是临时架设的野战电话线，18联军6代。陈南，哎，然后啊，好，1、2、3，走！ 赵和，怎么样？没有发现电台，这附近应该有一个美军的联络点，配备的大功率电台，直接用电话联络炮群。又在整啥幺蛾子呢？是打是撤，马上决定。赵和，你带路。是。真跟他走？废话那么多，直行进。
闭嘴！大丁哥，啊，队儿。 全是洋马，安全！搜索四周。好东西，指导员，好玩意儿。巴祖卡火箭筒，你会用？这东西用火箭弹，应该有专用的弹药箱。我让人找去了。老夫啊，三排伤亡情况？三排没死。哦对，伤了一个，牛鼻子脚后跟让跳弹给崩着了。陈明处理了一下，应该不影响行军。嗯。 带上吧，兴许用得上。啊。有电台有电话，这团部还是部啊？是个营级指挥所。 卖什么关子呀？不是一个团，是两个团。于干事，平时多注意点赵和。 为什么要注意他？他是解放战士，平时不太爱说话，在连里也不太合群儿，跟谁呢，都保持着距离。很多人不喜欢他，他有顾虑可以理解，但那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我很担心，这些顾虑会影响他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在他的骨子里有莫名的傲气。 你是说他看不起我们？倒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看过他的档案，少年兵出身，出过国，在那边立过功，和老美一起打过仗，思想改造呢不充分。按道理来说，像这样的人，不能拉上来直接用，这叫赶鸭子上架呀。他在改变，我能感觉到。你是政治部下来的人，办法多，平时多盯着他一点。 能帮的就帮吧，修理好了是个好苗子。指导员，思想政治工作有规范，您比我熟。哎呀，我不糊涂，不同的人得用不同的办法。哎呀，走了。还骑兵第8团，这不是扯吗？装备没少。从头打到晚，连一匹马也没看着啊！ 队长，我在番号而已。你呀，前身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第2骑兵团，那时候才真是骑兵，现在早就摩托化了。
摩托？打过墨西哥战争，打过世界大战，也算是王牌部队了。王牌？我咋觉得还不是你们国民党，还有小日本鬼子劲打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了。根据我的了解，这不是他们的水平。都是好东西，开着枪。从通讯联络到布报协同，就好像完全不会打仗似的。哎，你把，来，把枪给我。财神，你真是不错呀。是，我也觉得挺好。连长，啊？通讯员说了啊，他们王牌就这样式儿的，那咱这仗也太好打了。别骄傲啊！行了，把该收拾的收拾起来，休息20分钟，然后撤离。回去吃饭。现在全线都已经开打，下顿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尽量多吃点。爷爷，我不饿呀。天太冷，暖暖身子。我想把敌人招来就把嘴闭上。没事，再喝一口。松手！来一口。我们这个队伍啊，挺佩服有本事的人，哪怕曾经你是敌人。其实我有时候挺佩服他们的，背井离乡来到这儿，和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沮丧，也没有人质疑，好像每个人都认为胜利必然属于他们。我有时候真是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自信。胜利不是必然属于他们，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女儿，人呢？咋了？说，快说呀！说，开开！上来！走！退路封住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全连都有！全连都有！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Get that dumbass with camera away. It's in our way. No need to rush. Let him film. You're still not smiling. Hi. We are in the back. Absolutely safe. Yeah. Keep looking straight ahead. I'm gonna go take a wide shot. Whoa, don't shoot, don'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from the moment of being Not a soldier. captured. 少尉，小心，别开枪，等等。My ID. My ID.
This is my ID. 长啊，他是干啥的？美联社， I'm not a soldier. I'm a non-combatant. 记者，记者， I'm a reporter. 还会照洋相呢。他是詹姆斯·韦德，美联社的记者。美联社啥意思啊？相当于咱们的新华社。不懂就别瞎咧咧。兵力番号都说了没有啊？ 7、8团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希金斯特遣队。特遣队是个啥编制？营还是连？美军的临时编制，规模不定。不过那个詹姆斯说了，这个希金斯是个中校，从军衔判断应该是营级。哎，行动目的呢？原先的命令是向鸭绿江南岸侦察、搜索前进，现在改变了，变成什么了？他们的撤退。 安全，跟上。 Hey, wait a minute. I'm a non-combatant b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You can't treat me like I'm a soldier. 跟紧点儿。一边。 This is a joint military a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real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You've already lost. I'm in your country. Your leaders have fled. I've been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okyo. They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till fighting. The war should be over. You speak English, you're educated. I k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The North Korean army is defeated. You're facing a disaster. 安全。We are not defeated. Listen, I can understand. 走吧。 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 干什么玩意儿？哎，别！我发现没事怕我，没事啊，没事是不是不怕？啊，没事，别激动。什么玩意儿吧？我给罐头可灭了，听着没有？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I understand. You just suffered a tremendous loss, and You mean others people? The just one battle, a total success. I'm the prize. So do you? you're POW. You mean you're working for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I'm Chinese. You're Chinese. All of them are Chinese. Why are the Chinese in the war? We don't need more people in this war. You're not our enemy. We fight for Korea together. We are not enemies. We are not enemies. This is not our war. This is not our. 美军在撤离的时候，会很小心地搜索两翼。我们在这里躲不了太久，应该尽快撤出镇子，趁着警戒线还没有放过来。谁告诉你，我们是躲在这儿的？那个记者说敌人在撤退，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远离他们撤退的路线，遭遇的概率就会很小。来，我告诉你，来，你看看这个院子，虽然封闭，但是你只要出了这个门，它就是条公路。镇南边一出去，前面就是玉座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咱们现在眼前这条路就是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明白吗？你说的对，那你觉得这件事是我去跟连长说，还是你去？都不用了。为什么？党支部会议，各班党员过来开会。哎，是。那什么，你也过来。哎，他不是党员。列席。 We're not enemies. We're not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Are you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 want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r leader, interview him for a story. 说两句。敌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不多说了。
现在2条路：一，咱们朝着西南方向运动，找个地方猫起来，等到天黑。敌人呢，车列路线是沿着公路进行的，只要天一黑，咱就安全了。再撤离镇子，和主力部队会合。2，不废话，干他！报告，干他是什么意思啊？听不明白是吧？干他！俺们东北方言，就是打一下子，跟他们干仗。跟谁干？在哪儿干？在这儿干，跟敌人干。敌人正在撤退，说明情况对他们不利，很可能总攻的时间快到了。这条路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咱们现在的位置守着镇子的南口，过去了就是大桥。要是能把敌人堵在这个位置，先守到总攻开始，咱们的部队运动上来，就能把这股子敌人包了饺子。兄弟，醒一醒啊！这儿是美军的一个营，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团。街面上光带履带的就有10来辆，带轱辘的没数，估计更多。咱们还剩多少人？怎么赌？打什么赌？拿命！再有2个钟点，天就黑了。我估摸着，总攻的时间也快到了。连长，上面还有团长和师长，总攻这个事情轮不到咱们操心。而且万一他们没有总攻计划呢？那老美为什么撤退呀？撤退对于美军来讲，它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军事行动，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再者说，美军他现在是撤退，不是溃退，建制没散，行动自如的。现在就我们这点兵力和火力，真对上，那真的就是以卵击石了。所有人都得死，一个都活不了。要不我们在路中央挖一个大坑，铁王八陷进去就动不了了，正好堵在那儿嘛。美军的坦克倾斜角度是40度，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得挖一个多大的坑才能陷进去？确实不靠谱，除非坑底下埋炸药。快闭上嘴巴！人大老美少呀，你整个大坑，连工兵、步兵都不搜索，直接让那王八壳子往里扎，快歇了吧你啊！可以在坑前摆点路障，那铁壳子里看外面不方便，没准就直接冲进来了。一般的路障不管用，街角上有辆卡车废在那儿，把它推到坑前面去，浇上汽油，点着了，一准管用。醒醒！车应该能动，发动机的问题，我再挂个空挡试试。2、3、1、2、3。What are they doing? 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either. It's hard to understand their behavior. Back in October, MacArthur said that y'all would come here. And in December, he was still worrying about that. Last weekend, he said you wouldn't come. China entering the war wouldn't change anything. At least not at this point, anyway. We are here, you see. To suppor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You think I should know this? I'm only a soldier.
溜达啥呢？把俘虏带下去，战斗准备。 I'm very curious, actually. You speak English. You ought to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outside world. Do you think that you all ought to be here? 过来了，一辆半星，4辆希尔曼 ，F3装甲车，进来了，看见的有3辆，后面还有多少不知道。过来了，进来了。特务卡车和老道奇，应该还没转过来。东西两侧都有步兵搜索，一边一个排吧。站好，保距离。100米打。这个距离，子弹筒应该够得着。这个东西也就挠个痒痒。都过来，过来！ 100、200负责阻击，300抽出一个班，负责侧翼。是。剩下2个班做预备队。步兵可能会先一步搜索2翼。田芳，带着你的人负责2翼步兵。200负责封锁道路，只要坦克一进坑，立马起爆。爆炸就是战斗命令，听明白没有？是。50米大实体线，记住，只要坦克越过这个距离，不管他们开没开火，咱们都开火啊！连长。 把掷弹筒全给我们1排，主要收拾这2翼的步兵。可以。他们，掷弹筒，机枪过来。80米打。75。70。 12 o'clock, 19 miles, 105 high bound. Go! 我的！没上打，没上打。Surge now! 准备作战。 开火！ Incoming! Machine gun! 10 o'clock! Enemy fire! Hit! Medic! Lieutenant! Where's Lieutenant? Stop it! 掷弹筒！瞄准目标，放！ 往他！哟！哇！给我炸了他！快！快！
吗？啊！山东，去看看，是去看看野猪。 二排长，走，撤下来，撤下来！燕儿，撤离！快快撤！撤！快点！ 战死！战死！哎，你抱着他干嘛？我要炸死他！你听我说，炮弹没有解锁，它炸不了。你不会解，这是废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炸不了！ 走一排，排长。辽阔征程，红旗招展，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 为信念正大。Whoa,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Grab me the bazooka. I can't do that. Yes. No, I won't do that. James. No, I said. Wait. Think about what you're doing.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You don't know what kind of weapons they have. Come back here! This is too dangerous!
财产，老郭，他跟不了队伍了，得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我要是能拦住他就好了。 陈明都跟你说了吧？我想给老郭申请个2等功。堂哥是赵和打的，报了也批不了。那我就跟赵和商量商量，让他让让。这不是陈吗？咱们革命队伍什么时候行那套？不是，我是这么想。行了，来找你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老郭走了，你们6班谁带？ 指导员，这事我想好了。连长，把赵和给我呗。其实我有时间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他解开105炮弹的保险，可能会殉爆。但万一成功了呢？他至少可以跟坦克一起同归于尽。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白白牺牲，没有任何价值，连炮灰都算不上。抱着炮弹冲出去的那一刻，他根本没想过有什么价值，但是那是有价值的。 到地方了！
到北，将近600米，差不多一个连守60米到70米，部队换上来3天了。师部为了加强，给了我1个机炮排，也差不多到极限了。你有多少人？125个，算上我和指导员，比我人还多呢。啥？我的团加上轻伤员，现在还剩89个人。从现在开始，防区南段交给你了，北段我的人负责。不是，等一下，赵团长，我只有1个连。是1个连啊？满编制，125个人，我才89个人，将近一半是伤员。要不这样，我管你叫团长，我听你的。咱们就靠着200人守1个团的阵地，难道就没有别的援兵来了吗？现在只有我们在这儿了。这仗可怎么打呀？废话还真多。你呀，要么服从我的命令，你守南，我守北；要么我剩下这点人编成1个排，我当个排长，你下命令，我服从。我守南段，阵地南北长280米大，有2个突出部，中间有一段交通壕被填平了，得抓紧时间挖开。6个机枪火力点，还有1个炮兵阵地，有1门炮还能使，就是没人会用。并接下来，每个排要守将近100米的阵地，阵地分成3段。每段放3个班，2个班分别集中在2翼，每个班配属1挺机枪。行长，侧射火力，1个班部署在交通壕后方做预备队。时间有限，只有1个小时加固阵地，抓紧时间搜集弹药。连长，防御太薄了，能不能再收缩一点，1个排50米长？废什么话你？执行命令。是。1班、2班、3班，跟我来。团长，你来看。我就说这玩意儿啊，肯定还能用。我看一下。老赵，好使呢。老赵，咱们那边说。来，你坐。坐。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不过既然连长点头应了，命令就得执行。老乔没了以后，5班长一直是我兼着，现在整个阵地南北长达90多米，我得来回跑才能顾得过来。5班缺个指挥员，你也知道。你坐。5班有6个新兵，没人带不行。6班新兵最多放后面当预备队，你来带5班。那你6班怎么办？你坐。6班先让瞎子带着，我也没辙了。 6班有9个新兵，3个老兵，战斗一打起来，再没个人管，到时候乱了阵脚怎么办？那我能咋办？就这么点人，2排把我算进去，一共3个指挥员，老兵一共12个。你说了这么多，仗也得打呀。我去5班。我是这么教你的吗？给我硬起来！我说了多少遍了，你能跟他硬，你硬得过他吗？顺茬，轻来轻走，再来一遍，10遍。排长，全体队友起立！现在我宣布战时命令，任命宇3湾同志为5班代理班长。同志们好，我是宇3湾。严肃点。不管我怎么说，你们心里或多或少都对战争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打仗是每个人的事儿，事关生死，事关存亡，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正所谓未算胜，而先算不胜，胜之胜者也。料敌从宽，对敌人要多想他们的长处；料己要从严，对自己要多想想短板。现在，我是你们的班长了，我当然希望你们在战场上永远不会被子弹击中。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我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首先要在战场上保护好自己。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你们要面对的敌人，哪怕不考虑他们拥有的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强的对手。能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保护好自己，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了。现在我已经是你们的班长了，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也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就是希望在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们大家都还活着，活着才能战胜敌人。想在战场上活命，这是唯一正确姿势。全班都有，坐下，低头，缩起来，低头。很好。我希望敌人的炮弹落下来之后，每个人的表现都能像现在一样好。班长，别指望，炮一响，新兵能分清脑袋和屁股就不错。你选个人。选啥人？你随便选个新兵。婉儿，那过来。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小潘。我负责他啥呀？负责他在敌人的炮击中如何能够活下来。咱们5班有6个老兵，6个新兵，1个老兵带1个新兵，教他们如何在敌人的炮火中保护自己，教他们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本领。一旦战斗开始，我希望阵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从我的命令，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得擅自离开阵地。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离开阵地的任何人，我会直接毙了他。3万代理5班班长，没来得及请示，我就先任命了，但只是临时的。指导员，你咋想？3班倒是个老兵，女老兵，成吗？人家可参加过长征啊。啥？不是那个意思，新兵无所谓，那帮子老兵，个个都是猴子成了精，个个都姓孙。3班能镇得住？政委跟我交代了，3班来之前可是正营职干部。咋的？他管我呗？那文工团能跟作战部队是一回事？那你去把他撤了吧。好吧，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了，去。是。攻势向下深挖50公分，战场生存率提升50%。挖那么深，踮着脚都够不着上头，那不是啥都看不见？敌人万一上来了咋办啊？那射击阵地又没跟着一块往下挖，敌人都上来了，你在底下猫着呀？你是不是傻？生瓜蛋的！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我也是生瓜蛋的，抱着脑袋坐在战壕底下，一直哆嗦到战斗结束。那不得挨骂？挨骂了呀。不过人活着，第2次就知道听命令了。所以说，
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战场上的真理。这也就一个师，咋拉这么大一片阵地？打锦州的时候，国民党一个军也铺不了这么大一片啊！火力密度够就行。天父，那啥？啥？你到底看没看清楚？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我在2排阵地上也看见了，不知道啥情况，但飞机确实是从对方阵地上飞起来的，而且是那个大胖肚子那个运输机。这个情况，焦团长那边应该更清楚，过去问问。问他干啥呀？还能撤离咋的？我跟你说，来不及了。当时几点？身上没表，谁知道几个点？离天黑不到1刻钟。长津湖的位置，东经127，北纬40。现在是11月底，日出是早上6点，日落是下午4点左右。你得，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如果是简易机上的话，没有足够的灯光照明，天黑以后飞机起降会有安全问题。是啊，咋了？但如果是白天，飞机频繁起降，会遭受我军炮火的威胁。这么算下来，每天适合飞机起降的时间，对的，天黑前的半个小时和天亮后的半个小时，也就是每天早上6点到6点半。你的意思是说，美军在他们阵地上修了个飞机场 ？C4系运输机的标准起飞距离是2300米的，只要能在阵地上腾出这么大块地方，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可以起降。这不可能，这哪儿啊？这是战场，阵地上寸土寸金，2300米大的跑道，一个师的兵力根本防御不过来。你就在那扯，我告诉你。行了，田凤，行了，你继续说。其实，只要1000米大就足够了。怎么说？42年大撤离的时候，我和美军的一个观察组从仰光机上撤离。当时日军的炮火封锁了跑道，把跑道炸成了4节，其中最长的一节是912米。当时飞机上16个人，还有将近4吨的货物。结果呢？我还活着。也就是说，敌人阵地只要清出900米的长度，飞机就可以起降。从下午的炮击到飞机起飞，中间只有大约不到50分钟的间隔。明天早上4点半到5点半之间，有一次炮击。美军是用炮击和轰炸来掩护飞机起降。朱子，日志呢？哎呀，怎么了，焦团长？没事，他不是柱子，我习惯了。早上5点35分，炮击停止，持续时间24分钟。行啊，小班长，分析的不错呀。要是昨天你们能上来，现在我最少还能多240个人。柱子，记一下，明天早上5点拉战斗警报。是。走。一般阵地为突击队统一出发阵地。明天敌人炮火一停止，各班自动向一班靠拢。战术队形老规矩：一班靠前左翼，8班靠后侧翼，6班后卫，攻击距离480米大，中间会路过条河，河面宽大约40米大。要注意的是，河面中心位置有大约10米大左右的无冰区，河水不深，可以涉渡。作战命令已经下达，行动原则是3猛，各班自行准备。明早7点半在美军阵地上吃早饭。趴下！别跑！
注意脚下啊！又来了，不是结束了吗？隐蔽！这是咱们的炮，快快隐蔽！知道降落伞上挂的是什么吗？什么呀？是美军的早餐。他们今天没有这咖啡喝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炸不了！射击！炮式进攻，别停下 ！Close up support！ 手榴弹准备！上！来命战士！
看了。信号弹打了没有？还没呢。财神一向谨慎，信号弹没响，说明他还没有把握。狗日的把握！这要换天放，这信号弹早就升起来了。大人，为啥还不打信号弹？还不到时候，两边的敌人还没肃清，两条交通。哎呀，已经突破了，现在要全力压上扩大突破口。你再点火，老子就……陈天放，现在是我在指挥战斗，一班向左，8班向右，6班控制攻势，封锁两条交通口，执行命令。在，我错了，我服从你的命令。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回去让我写检查斗争，全线突击，只有咱们4开了一个口子。这是战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现在看见哪个信号弹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再不打的话，那要压在敌人手里。才是。杨成龙，你个孬种！梁毅都垮下来了，撤吧。全线只有咱们4开了个口子，现在撤下来就前功尽弃了。再不撤就完了。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为信念你滚烫，为拯救大道，为和平而战，一往无前，忠心直达。向何处？哎，那抬上了吗？
看见财神了吗？怎么着？看到财神了吗？大白卡，大白卡。财神呢？你都这样了，就是没有见到安排者。安全班啊，哥儿，你看我这干嘛来？我在你。班长，班长，醒来，哎，别动。啊，你没大事儿，就去了一个，实在留不住了。大夫尽力了。班长，你这胸口啊，有几块肉冻瓷实了，也被医生给剜掉了。没事儿，过几天长出来了。冻伤19人，其中7个需要截肢，还有1个没救回来。加上李兵和财神他们，差不多损失了多半个排的兵力。好容易补充上来的人手，一口气去了1多半。这天气太贼了，在东北打了这么些年仗，照旧是个受不了。8班还剩1个，2排没了排长，赵和切掉了1个小指头，周年余得了急性胰腺炎，肠胃功能障碍，就是吃不下东西。班长，你就吃一口吧，啊，一口就一口，啊，你不吃你没体力偷惯。哎，你干啥？你让人吃。拿走。大夫说，班长不能吃油腻的。哪个大夫说的？这不沉吗？这受这么大罪，你看现在成啥德行？不吃点体力能好啊？今儿这条鱼，他也吃不进去，不是？班里没了几个？虎子、庄稼都没能救回来，老冯切掉了1只手，右手。瞎子怎么样啊？大夫锯掉了他1条腿。去看看。班长，这边。伤应该退了，感染这一关应该是过了。过不了那道坎儿。啥玩意儿过不了坎？都啥时候了，你还过不了坎？啥坎儿啊？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班长，你心里过去了。